大家好，本期比特币视频来聊一聊比特币会涨到100万美元。1年前我建议大家买入 BTC， 很多空头嘲笑我们，说是美联储要缩表，没钱的话比特币怎么涨？那1年后的今天，比特币涨了200%，我们的利润是非常的可观。不然今天视频来聊一聊，如果 FED 重启量化宽松，比特币会涨到哪里？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，等下来给大家分享。如果你喜欢视频，帮我们点赞、订阅、加小铃铛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，上面有程序交易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图表啊，去年在 20K 下方的底部，希望大家买入，过程是非常的辛苦。当时比特币跌到 15K， 现货也是被套，包括期货当时也是有爆过仓。但是最终在加仓，现在的利润是非常的多。主要的原因是这样子啊，当时为什么希望大家买入？除了几十个指标，也是跟大家分享过，都可以抄底比特币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也是有跟朋友们聊过。历史上这个位置啊，就是这一条橙色的线，是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的规模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在2022年的2月份。也就是这个高点的位置，它的规模大约是9兆啊，就是9万亿美元。而且也是跟大家讲过，历史上如果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缩表，在历史上比特币有大跌，你要买啊，就是在这个低点位置，它是在缩表啊，缩表大跌你要买，有可能它会提前上涨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19年的这一个底部啊。当时资产负债表规模也是在缩表，缩表它会提前上涨，包括2015年的这个位置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也是在高位。虽然看这一个橙色的线，感觉它好像一直在横向，但是我们坐标移到这个位置，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，当时在这一个底部，或者是比特币15年的这一波牛市，它这个资产负债表规模其实一直在下降。比特币价格是一直在涨，所以去年比特币在 20K 下方，希望朋友们一定要买入，因为历史有经验哦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19年的这个底部，它缩表是一直在缩表，但是价格上涨是提前。那去年的时候也是跟大家建议，就是不要去管缩表，有可能价格会提前啊。有时候整个市场看到的利空，往往不一定是利空，因为散户都在看的一些消息。你要反向去思考，有可能主力它会提前拉升这个比特币，所以行情涨到现在也是希望朋友们仓位一定要抱住，有可能会涨到将来的100万。那这个是怎么观察出来的？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资产负债表规模的历史啊，我们可以很明显的观察一下，有没有发现就是在15年的这个位置，感觉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差不多是在4兆左右。就是基本上一直在横向，但是比特币价格在这个位置是涨了多少倍？我们可以去计算一下它这个上涨的幅度啊，就是从200涨到2万美元，差不多是涨了100倍啊。但是我们观察一下，比特币在19年的底部，或者是这个疫情爆发的位置，当时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差不多是从4兆扩表到 69K 的高位，这边的规模是在9兆左右啊，等于是整个市场上面的水，或者是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大了超过1倍。但是比特币的涨幅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疫情爆发当时跌到这个4000美金，涨到 69K， 我的观点是它只涨了10几倍，所以我是一直在判断19年或者是20年的这一波涨幅相对是偏小的，有可能就是背后那一双无形的手，最大的一个操盘的力量在控制比特币，让它不要涨得这么多。有可能知道美联储要加息，就是刻意洗下来。因为最近也是有听到身边的一些朋友很久没有联系了，是说去年的时候在比特币很低的位置把比特币给卖出去了，就是因为听了市场上面那些所谓的专家，什么美联储缩表啊，什么经济要走坏啊，或者是全球要危机啊，但是比特币1年多下来，全球最顶尖的资产，比特币涨了200%，所以我们事后来观察，
这个位置就是主力非常的坏啊，刻意在这个位置制造陷阱，又骗走了非常多散户的筹码。所以我们现在来思考，特别是不管是在 25K 或者是 20K 以下买入的筹码，它现在资产负债表美联储这一条橙色的线自9兆的高点，目前缩表是在7兆左右，接近8兆啊。包括当时硅谷银行危机爆发的时候，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它甚至是有反弹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在思考，整个资产负债表在收缩的情况下，比特币都涨了200%。那将来如果美联储重启量化宽松，或者是明年开始美联储要降息，你觉得比特币会涨到哪里？我个人是相信未来肯定会涨到100万美元。所以也是希望朋友们5万下方，我个人还是觉得比特币非常的便宜啊。你如果在这个位置，或者是最近才进场，要看自己的心态。我们去年在下方买的时候，当时也是有输过钱，被套过，甚至被爆仓。那你在这个位置刚进场的话，我的观点一定要配置比特币。如果它下跌，你可以问问自己的心脏受不受得了短期的波动，不要去管短期的波动。将来的话肯定会继续上去啊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周线的形态哦。周线里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三角的形态，就是当时价格跌破 20K， 或者是当时在 20K 的这个区间，这两个低点到硅谷银行爆发的前面这个低点，或者是上一次的 25K 的低点，以及目前的价格它是突破了 32K， 或者是这几个高点，它是有一个上升三角的形态，跟2015年的位置非常的像啊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就是2015年的底部，或者是这个低点，它也是在这边盘的一个区间，本来价格要涨上去，最终一个黑天鹅事件再挖了一个坑，然后价格起来之后是在这个位置有一个上升三角，就是这几个高点后面空间价格突破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它后面是再涨了3到40倍啊。所以我个人觉得今年的比特币牛市，或者是未来比特币上涨的空间，有可能非常像2015年的这一波涨幅。第一浪它是涨了1倍到2倍左右，然后这边盘整了200多天，就像这一次比特币的底部，第一浪它也是涨得相对比较温和，然后这边横盘了200多天，现在突破，我是相信比特币上涨的级别有可能会接近2015年、2016年、2017年的那一波涨幅，不排除比特币未来的话，我是相信肯定会涨到100万美元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短期的技术形态哦，就这几天上涨，现在是量能又出来了。不过我们还是留意一下，就是这一个44,444美金，大约是在这一个位置有一个空间的压力啊。当然我也是希望这个位置最好是能赶快突破了 44K， 或者是去 48K。 至于短线这个位置有没有败相哦，有朋友也是在讲，最近链上鲸鱼的数据好像是有卖比特币哦。不过我们也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在这一个位置也没有看到一些空方的败相啊。因为前面有跟大家讲，推特上面有发了这张图表，就是下跌遇到多方抵抗，下跌遇到多方抵抗，然后下跌多方吞噬，所以有可能这个区间还是非常的强势，是不是在强势盘整？但是并没有看到比如空方的败相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在底部的位置，也是有跟大家讲，有看到非常多的多方的现象，特别是形态这一块，主力总是在低点的位置不断的制造比如说看涨的楔形，像这种形态就是说明他不想反弹的过高，或者是不想涨的过高，像这种一直在打压，有可能就是说明主力一直在骗筹码，包括这个位置也是在打压，或者是在2023年的6月份这边也是一直在打压，就是不断的在骗筹码。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去年的 15K 的底部，这边也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降楔形看涨的形态。所以行情走到现在，目前我是没有看到空方的败相，不然我的观点，或者也可以看一下4个小时，因为也是有朋友在聊这个是不是一个 W 底的形态啊？那我的观点，既然这一个压力颈线突破，我们要去观察一下，你可以把反手设在
这个位置 N 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区，就是超短线里面，我们尽量观察它，如果真的是一个 W 的形态，不要又回到这个 42.5K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。